每天新闻都在教你怎么防诈，却没告诉你最大的诈骗集团就坐在总统府。烂政府配烂媒体，只会用精心包装的谎言掩盖自己惊人的无能。这帮诈骗高手不用骗你的钱包，直接伸手骗走你的未来，穷我们的下一代。看看这次三立新闻的神操作，原文根本没这么说，却硬是把《纽约时报》的关税报道洗成攻击在野党的政治新闻，写到连外媒自己都快认不出来。这种厚脸皮功力才是真正的行业天花板。台湾每个月的诈骗金额高得吓人，结果我们的政府不是在打击诈骗，反而自己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。而媒体呢，配合演出，把事实改成政府爱听的剧本，还敢打着国际媒体观点的旗号。今天我们就来拆穿这场政媒合体的骗局，看到最后你就会明白，烂政府烂媒体就是诈骗王国的双引擎。台湾诈骗金额年年稳坐世界冠军宝座，最新数据每个月不是几百万，而是上百亿流进诈骗集团口袋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最大的诈骗集团不是那些在脸书卖假投资的，而是手握国家资源，每天用媒体帮自己擦脂抹粉的政府。他们的手法很简单，国际压力立刻翻译成在野党杯葛，谈判失败马上改写成反对党阻碍进步，政策出包直接丢一句中国在搞鬼，文化补助原来是在养绿营侧翼青鸟，非核家园自己人靠光电发大财。这种把黑的说成白，把错的说成对的技术，不只是骗人，而是诈骗的最高境界。如果政府像是诈骗集团，那媒体就像他们的一页式诈骗网页，侧翼就像人头账户，在街上在网络上到处洗民众的脑。这样的利益结构像极了老鼠会，层层分立，互相护航，共同掏空台湾。他们不会告诉你出口商已经被高关税压得喘不过气，他们不想让你看到日本、南韩早就谈下比台湾更好的条件，我们的竞争力正在被一刀刀削掉。他们只会不断放大那些模糊情绪化的标签，像是在野党杯的中共阻碍进步，久而久之你会以为问题全是别人害的，而真正的元凶却安稳地坐在新闻背后，继续操控你的认知。这不是新闻，这是资讯诈骗，而且是用你的税金来诈骗你自己。8月23日，请一定站出来！立委罢免案投下不同意罢免，和3研议公投投下同意，让民进党这个诈骗党不再举着抗中保台的旗帜，行掏空台湾之实。这次的关税新闻就是教科书等级的媒体变魔术。《纽约时报》标题清清楚楚，台湾正面临各种美国关税压力，整篇文章的重点全放在产业困境与谈判失败。结果三立看不下去，手一挥，重点被移花接木，硬生生变成在野党杯的事主。问题来了，原文根本没这么写。整篇文章对台湾国内政治的描述只有短短一句：赖清德面对反对立委日益加剧的对抗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真的没有然后。这种编故事的功力已经不是新闻，是剧本创作了。纽约时报的重点其实很清楚，台湾主要谈判代表4度飞到华府谈判，结果迟迟没有任何成果。反观邻居日本、南韩，早就谈到比我们低得多的关税，出口竞争力我们被压得死死的。美国是台湾最大买家，我们卖的是什么？半导体、金属工具、不锈钢板，偏偏全都是20%关税的直击重灾区。别忘了，还有川普时期留下的钢铝，50%关税一直压在我们头上。
更惨的是，台币今年大幅升值，对高度依赖出口的产业来说，这就是雪上加霜。请问，这一连串问题跟在野党杯葛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们的政府有一种神级招式，把外部压力变成内部政治斗争的借口。谈判失败不是自己能力差，而是有人在阻碍产业被关税压垮；不是政策谈判无力，而是反对党在作怪。当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，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解决，而是甩锅。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最高逻辑：先把你洗脑，让你相信错的是对的，再一步一步偷走你的钱、你的机会，最后连你的未来都一起骗走。朋友们，你还记得上一次被媒体误导是什么时候吗？是被带风向去恨某个人，还是被洗脑去支持一个根本没有做事却被吹成英雄的政策？现在我想听听你的答案，请在留言直接告诉我，你觉得是政府无能还是媒体共犯？打1代表政府无能，打2代表媒体共犯，打1+2代表烂上加烂，天作之合。你的留言不只是答案，它是这场对抗认知诈骗的子弹。高关税、高汇率让出口产业喘不过气，谈判失败，媒体带风向，让人民失去真相。我们的产业正在被一点一滴掏空，经济被一层又一层压制，而你看到的新闻却在忙着替政府擦屁股，这才是真正的诈骗王国。如果你不想再被诈骗，请把这部影片传出去，让更多人看清楚。问题根本不在反对党杯葛，而是我们的政府不懂谈判，不敢面对，却还用媒体为自己化妆。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，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值得更好的政府，也值得更干净的媒体。